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在外吃了一餐饭，结果却被陌生人提醒，说我脑子里可能长了肿瘤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我去医院检查，真长了肿瘤，真的是捡了一条命。回忆起前些日子的经历，林女士仍心有余悸。她在饭馆吃饭时，一位陌生的男子突然上前问她是否有糖尿病。林女士正准备发火时，男子连忙的解释说自己是神经外科医生，看他面相结合粗大的手指，怀疑他患有脑瘤，如果真的还患有糖尿病，那么要赶紧的去医院检查。男子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便离开了。林女士半信半疑，回家后还是决定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。结果这一查还真查出了垂体瘤，好在发现得早，经过手术治疗后，林女士的病情正在康复好转。寿命长不长，看脸就知道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通过看一个人的脸，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健康状况。比如一个人皮肤红润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这个人很大可能是健康的。而一个人如果面色灰暗无光，说话有气无力的，看起来就感觉身体不怎么好。我们医生也是一样，患者过来看病时，其实从患者踏入病房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会通过患者的脸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。如果患者的脸色发黄，眼白发黄，这个在医学上叫做黄疸，那这个患者很可能就有肝胆上的问题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，全写在了脸上。现在想想还真的是这样，不仅过得好不好写在脸上，就连某些疾病以及是否长寿也写在脸上。7种面相可能是疾病或者癌的征兆。面相与健康之间有着什么关系？实质上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，看面相都是医生的入门技巧。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认为五官的健康情况可以反映出五脏的健康，通过其颜色形态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五脏的问题。比如中医认为脸色发白无光者，则是血虚。眼圈发黑发青，眼周皮肤很薄，里面的血管十分的丰富，因此微血管有任何的表现都会透出来。如果眼圈发黑发青，而且脸黑，可能是肝硬化。肾病后期和干燥综合症也会有黑眼圈的表现。黑眼圈合并口唇发紫，则可能是冠心病。耳垂折痕，一般心脏或者心血管功能不好的人，会因为长期缺氧导致结缔组织萎缩，其中耳垂的表现是最明显的，一般会表现出从下往上的斜切折痕，这种就是耳垂折痕。2014年，国外进行了一项研究，该研究针对了10885名无缺血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为期35年的随访。随访后发现，有耳垂折痕的患者中有 60.4% 患有冠心病，这就说明耳垂折痕和缺血性心脏病以及心肌梗死有关。鼻子异常，如果是鼻尖肿胀，可能预示着心脏脂肪增加或心脏病变正在逐步扩大。如果鼻子异常的发红，一般预示着心脏病初期的症状。这类患者一般是血压偏高，盐分和酒精摄入过量。如果鼻子硬邦邦，这可能是心脏脂肪累积过多。如果鼻梁有横纹沟，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是鼻折新增。当鼻梁上出现一道或者是两道横纹，伴有耳朵边上有折纹，那么就要小心冠状动脉堵塞，这可能是高血脂给你的身体的反应。如果合并出现胸闷、心悸和憋气等症状，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。嘴唇发紫，嘴唇发紫临床上叫做紫绀，这是血氧饱和度下降引起的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心力衰竭、心功能不全和先心病等都会出现紫绀症状。另外，紫绀还可能是肺部疾病导致的，因为肺部出现问题后，也会导致血氧饱和度下降。所以，如果长期莫名的嘴唇发紫，那就要引起重视了。
5. 眼球有白环，有些老年人的眼球角膜边缘处有一圈灰白色的混浊环，宽度在1至2毫米左右，这多半是动脉硬化的信号，在临床上称之为角膜老年环。6. 脸部发黄，如果出现异常的皮肤发黄，需要高度的警惕，是肝病引起的，包括眼白、巩膜以及身上的皮肤都有异常的黄染。该现象在临床上称之为黄疸，是肝癌的典型信号之一。7. 脸色发红，中医认为红色与心脏健康相对应，如果有异常的脸色发红的表现，则可能是体内有外热的表现。面部过分红润表现心脏供血过量，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较高。两眼间比其他部位红，说明心火过旺。脸色为青紫色，说明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，罹患冠心病的风险较高。2. 长寿脸专有的五官特征，能占一个就很幸运。既然一些疾病可以从脸上来看出来，那么长寿是不是也能够从脸上看出来呢？长寿脸一般有这些特征： 1. 额头饱满，皮肤看上去白里透红的，说明心肺功能好，气血足。 2. 口角对称，一般能够长寿的人，嘴唇都比较饱满，吐字清晰，嘴角有力，且没有歪斜的情况，说明这个人的大脑功能良好，没有中风的迹象。如果发现老人突然的嘴唇干瘪，甚至有发黑或者是发白的情况，就要警惕心脏缺血的可能。如果吃饭时嘴角紧张，有汤汁洒出，舌头僵硬，无法充分的咀嚼，那可能暗示大脑功能受损。3. 眼睛有神，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的眼睛会失去年少时的神采。中医素有五轮之说，眼睑属脾，眼角属心，眼白属肺，黑眼球属肝，瞳孔属肾。有些人老了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，而且明亮，这就说明五脏非常的健康，是长寿之象。4.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，整个人特别的显年轻，说明生活过得较为顺心。5. 耳朵大且厚实，眉毛浓密，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肾气充足，身体也相对的健康。生活中大家要注意多观察身体的表现，当发现一些异常时，要及时警惕，并就医检查，避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